各位来宾、媒体老师、用户朋友，以及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QQ 的主理人张红玉。我们在 QQ 之夜开启了群星 QQ3的门店，短短1个月，我们收获了61350台份的订单，这个数字啊，正好超过了6.1万。这也正是这个数字含6一个快乐的巧合。我们来看这快乐的数字，它是哪些用户来选我们的？首先我们看啊，1、2线城市在这一次门店的用户里面的比例超过了60%，男女的比例正好刚刚1半对1半。在年龄方面，95后占比来到了53%，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军。所以 QQ 依然是那个能够跨越年龄、跨越地域、人人都爱的 QQ。门店开启的同时，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就是你出故事，我出 QQ。所以不到1个月，我们就收到了3000份故事，3000份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快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群星 QQ3的加倍期待。大家除了抢着下店，也还有很多人给我们留言，有人说感觉这个 QQ3能成为爆款，因为它的设计、空间、智能化都踩在了我们喜欢的点子上，就看价格香不香。也有人在催更，什么都好，问题是什么时候上市。也有朋友特别关心 QQ3的配置、价格、续航怎么样，还有小车的操控也是大家特别操心的，表现怎么样，还有自驾带不带。所以全新的 QQ3到底怎么样？这场发布会我将一一回答以上大家的关切。我们在想呢，发布会大家都喜欢讲参数、讲对比，我们想全新的 QQ3我们要让它去证明自己。所以啊，我们在这个月的4号，就3月4号，我们团队干了一件特别疯狂的事，就是说走就走。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带了500块钱，这个里面我们买一个买一个大家的期待，这500块钱干啥的？带着500块钱，带着我们这个还没有上市的 QQ3，说走就走，直达拉萨。这次出发，我们就是要向大家证明我们 QQ3的实力， QQ3的底气。下面我们一起看一段直上拉萨的视频。通过这个视频，这一次真实的 QQ3的出发，我们来见证我们 QQ3的硬核实力。下面请看视频。你知道玩了，好不好？好不好？走吧。Inside of your arms
怎么样？这个看完这个片子，是不是大家见证了我们 QQ3的硬核产品力？同时 ，QQ3还带着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过了这种诗一般的生活。所以啊，我们 QQ3，我们的小伙伴驾着它从雅安到拉萨，全程2200公里，他就这么一路跑下来。我也特别喜欢沃尔沃那句经典的广告语：“不赶路，去感受路。”为了好好感受路 ，QQ 也得先扛住路。这一路翻山越岭，经历各种路况。QQ3也是一路在回答和验证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到达了海拔5000米的东达三垭口，气温来到了零下20度，压差特别的大。在这种条件下，很多车的电池活线都会爆跌，续航也直接打对折，甚至还有电池包变形的危险。全新的 QQ3的我们的电池做了3件事。首先，我们的电池壳体采用了木质型的滚压钢材，填充隔热材料，所以它的导热系数特别低，保温性能尤其的好。所以在零下20度的户外，我们电池的电芯温度从10度降到零下10度，至少要经历9个小时以上。第二，我们的电池还设计的时候考虑了有插枪保温这个功能，所以晚上插上充电枪，它不仅可以给你的爱车充电来提升续航里程，核心是它可以给你的电池进行保温，这样的话它能保证你在全工况下的动力性的要求。第三啊，我们还采用了负40度到60度的电温宽温域的技术，这样在零下40度，我们的电池依然能够工作。当然了，电池要扛住高温，对我们 QQ3来说小菜一碟。此外，我们针对高原地区，还给我们的电池装了防爆透气阀，并且按照国标做了高海拔的验证。这种户外的长途条件十分考验补能。所以有人说啊，开着 QQ3去西藏是不是没苦硬吃，把这个车当着爹供着？不过我们小伙伴一路跑下来，我们发现沿途的充电桩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首先你要能找得到。那我们的 QQ3的车机导航，它能直连充电网，沿途哪里有桩，几个闲着，这个桩是快充还是慢充，在我们这个大屏上一目了然。所以你不用绕路，不用瞎找，不用折腾。其次，都能充。我们的 QQ3支持全场景充电，国家电网的快充桩我们能充，酒店门口的慢充桩我们一样能充，甚至我们藏区老乡家里面那个220伏的插座，对吧？我们插上随车充，照样能充。第三，充得快，我们的快充倍率，我们设计的时候做到了2.11岁，所以它能从常温的30%充到80%，只需要16.5分钟。这也就是说，你下车喝一杯酥油茶，和你的老乡聊几句天，我们的电就满了，非常的方便。在这5000米的山点，全新 QQ3证明自己能扛得住低温，扛得住长途，扛得住高反，它完全可以陪大家打卡到顶峰，它甚至可以陪大家走上你人生的巅峰。在这里啊，我还要特别的说明一下我们 QQ3的续航的达成率。我们从雅康的高速持续的上坡，海拔从6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气温也在一路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全新 QQ3用时速100公里，我们硬是跑出了
320公里的续航，所以我们的续航达成率妥妥的超过了70%。所以我们的 QQ3如果在城市这种平顺的路况，时速你大概开60码左右，实测我们的续航能超过100%。所以这次去西藏，我们想呢，来都来了，我们的 QQ 就是要在怒江72拐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车的极致性能。我们有媒体老师一起跟随 QQ3去见证了这个车的性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媒体老师的驾乘体验，我们看一段视频。它的底盘表现尤为重要，在连续的山路拐弯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这种很大的侧倾的感受。我们在来的路上有非常多的拐弯，各种拐来拐去的，但是我每次在拐弯的时候，总是说很晃的感觉，很稳，而且底盘过滤的也很好。像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沿路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大坑，包括有一些那种石头之类的，即使我压过去的时候呢，它底盘过滤的也很干净。我在一路开过来的感觉很好，再加上它的底盘呢，它是一个后置后驱，这个多连杆的独立悬架，多连杆后悬，这个非常高的舒适配置。第一，舒适性变得一天一地的优化和进步。我们实测在318国道上，它可以过滤几乎绝大多数的这个小的坑洼和颠簸，你只会听到一个细微的声音，然后你感觉不到它这个车身的跳动，保持这个舒适感，同时有一种非常灵动准确的驾驭的感觉。方向盘的这个自由行程况量很小。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视频里面有个小秘密？我们有没有发现第二排还有美女躺着在睡觉？所以这个车的空间应该没问题了。这个正如刚才媒体老师所说全新的 QQ3过弯干净利落，因为它底盘稳得住，动力跟得上，每一次过弯都开得十分带劲，对吧？之所以带劲，是因为 QQ3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从整车的布置、车身的结构到底盘的悬架、性能的调教，我们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追求极致。首先，我们这个车采用的是10合一的高集成、高性能的电驱。这个电驱它的优点有3个。首先，它的体积比同级小6%，它集成了多个模块，总成的质量还轻，响应快。第二，我们采用了同级唯一的分段旗杆自锁，就是要把电机里原本一整块的永磁体，我们分割成了多个相互绝缘的小块。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它能够降低涡流的损耗。分割的多意味着接触面积小，内部产生的无用的热量就大大的减少了。热量少了，能量的转换效率就高了，我们就能做到让每一度电都真正的用在刀刃上。再其次，在高速上，我们用了这个电机用的是高速水冷的扁线电机，所以它的最高转速能来到18500转，这个转速跟特斯拉的 Model 2是一样的。要做到这个转速，其实光加大电压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转子它要能扛得住更大的离心力，所以在材料上面一定要提高强度。所以我们的轴承、散热、动平衡全都要重新的做设计。所以为此我们的硅钢片我们都用到了0.25毫米。用这么薄的硅钢片，就是要降低我们的涡流损耗，让在高转速下它依然能够保持高效率。所以我们开上我们的 QQ3，你日常上高速，你能想象超车的时候它能非常的给力靠谱。此外，全新 QQ3我们采用后驱系统加独立悬架，我们的前后着合比50:50，这样它的整车重量在前轮和后轮之间实现了均衡的分配，保证转弯时车尾不闪，车头不沉，
操控精准，所以又稳又听话。遇到坑洼路面，我们的独立悬架它的左右轮不干扰，车身稳定。我们为此还用了同级唯一的 CEPS 的无刷定级转向，保证我们 QQ3 的转向更精准，响应更灵敏，对吧？我们为此为这个车还配备了同级最宽的205胎宽，就是小车胎宽，大家都知道，这样能保证它的抓地力更稳，对不对？我们同时还有同级最优越的，就是全视角，就看上去你的视野很开阔。所以我们在全上视角，我们设计的时候把角度做到了16.7度，这样保证你驾驶的时候把路况看得更清，弯道看得更远。所以全新 QQ3 我们就能扛得住在怒江72岛拐的时候，我们弯道敢漂移，超车有后劲，这就是真带劲的全新 QQ3。我们的团队还在康定的力齿河干了一件特刺激的事，就是把 QQ3 开到了水里，玩了会儿水。高山的雪融水特别的清澈净体，水深达到了20多厘米，河床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把车开到这种地方，能充分的体现我们在底盘、在电池的安全、在防水的设计上面的过硬。所以呀，我们的底盘在设计时，我们就充分考虑了电池的布置空间，能做到底盘是成平的，所以它的平整度非常的好。这样呢，它的好处还有风阻也小，对续航都有帮助。它更能减少在复杂路况下的磕碰风险。我们的电池箱体用的也是高强度钢，抗压的强度达到了780兆帕，结实、抗腐蚀，所以河道里飞进的小石子，包括我们日常如果走烂路，过的沟沟坎坎，你都不用担心。还有，我们这个电池涉水，我们的防水防尘的等级达到了最高的 RP68。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几组数字，让你感受一下我们过硬的这个安全技术。我们在日扩散安全上面，我们做到了超国标24倍；在涉水试验上面，我们做到了超国标96倍；在防腐试验上面，我们做到了超国标7倍。所以这几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即将要颁布实施的电池新国标。全新 QQ3 扛得住路，扛得住没有路。因为这些啊，所以我们的团队才有底气说走就走。3月5号，我们的团队在力齿河做涉水直播时，我们还碰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当时啊，他们正对着河滩在拍，镜头在扫的时候，发现旁边的路上开着一辆红色的老 QQ， 后面不远还跟着一匹马。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很纳闷，这马怎么一直跟着这台车？等走近了之后，才看清，他的一根绳子从车舱里牵出来，系着马。原来不是马跟着车，是 QQ 在牧马。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视频很有意思。搞错了，重来。这个车主啊，他是这个福建马场的这个老板。这辆红色的 QQ 呢，是他
2013年买的，陪他在草原上已经跑了10几年。这次他看到了我们新 QQ， 他也试驾了。这个他要看我们的新 QQ 能不能也放马，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 ，QQ 硬是被开成了牧马人、真牧马人，不越野但能撒野，还能在这里草原上、河滩上、碎石路上，陪着一家人踏踏实实的走过了10几年。这一切的底气都来自于安全。年轻朋友离家时，父母亲总是不放心的叮嘱一句话：注意安全。这4个字是家人永恒的牵挂，也是我们对家人永恒的承诺。说走就走，是需要一个靠谱搭子的。所以这里我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我们群星 QQ3在安全方面我们做到硬核的地方。我们整车高强度钢的占比达到了72%，我们做到了豪华车才舍得做的一体式热成型门环，我们的热成型钢占比达到了19%，强度也达到了1300兆帕，这个设置在这个级别从来没有过。我们还获得了独一份的6维电安全认证，所以充电安全、电池安全、功能安全、高压安全、电池安全、消防安全全部拉满标准，不是单项突出，是把安全做成了闭环，6维拉满，安全独一份。全新的 QQ3这次在西藏见证极寒，翻越雪山，穿过怒江72拐，走这么远，跑这么远，就是想证明一件事，它能守护好一个家庭的快乐。因为 QQ 会是很多年轻人的第一辆车，第一次攒够首付，第一次独自提车，第一次载着喜欢的人，它见证的是人生里那些闪闪发光的开始。它也会是很多宝妈宝爸们的接娃专车，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从周一上课到周末出游，每一次的出门都是一家人的信任托付。安全是每天的出行里最不能将就的事，所以全新 QQ3的安全，我们团队就是坚定的做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用心照，在看得见的地方用心照，看不见的地方良心照。所以啊 ，QQ 它就是陪你去诗和远方，也守护你，让生活闪闪发光。扛住路是底气，享受路是快乐。所以我们把空间也做到了极致，不只够大，还够丰富，够贴心。全新 QQ3的轴距来到了2700毫米，前排头顶空间也达到1015毫米，后排的头顶空间也有985毫米，二排的腿部空间有977毫米，中间的腿部空间达到372毫米。这一组数字啊，完全达到了 B 级车的空间体验。我们为什么做到了？是因为我们专门为 QQ 打造了一个延伸的智能纯电平台，它的设置做到了短行传足的设置，所以每一寸空间我们都能够极致的利用。这次去西藏，很多藏区的朋友和游客亲身体验了，都对 QQ3的空间给予了极大的认可。我们的男主播身高有1.86米，坐在后排，头部自在，腿部也很自在。今天的现场，我们还有几位1.9米几的朋友也试了试，坐进去很轻松、自在、舒适。空间大才松弛，才能更好的享受路。此外，我们前车加起来足足有38处的主卧空间，我们还有70升的智能的超大前备箱。我们后面的第二排放倒之后，我们的空间来到了1450升的超大后备箱。
对吧？我们的前排和后排，这个前面的这个前备箱和后备箱都支持多种开启方式，尤其是智能的语音开启。所以全新的 QQ3，它装下的不只是行李，更是心意。我们用这些地方装满了我们老家安徽的礼物，对吧？开车送到了战区老 QQ 的车主朋友们。我们还设置了同级独有的4个1/4螺纹接口，我们的主播随手挂上 GoPro， 他就能见证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感动都被记录下来，发在小红书上、抖音上、B 站上，为此也收获到了众多的点赞。多带一份礼物，多带一份祝福，才能更好的享受路。QQ3的车内空间呢，我们还有很多贴心的细节，比如这个同级独有的智能室温化妆镜，对吧？亮度可以随意的调，多种室温自由切换，还带磁吸翻折，用起来非常的顺手。这种配置通常都是20-30万新势力的车型上才有，我们不仅有，我们还配了2个，主副驾都有。我们觉得这种对细节体验的极致关怀非常值得拥有，所以全新 QQ3都给你配上了。我们的主播坐到车里，用它补个妆，下车就能够直接播他的人生大片，还能把喜欢的照片上传到车机上做壁纸，体验就是这么精细，一路保持精致，处处都能出大片。对得起风景，才能更好的享受路。进站的路途漫长，很容易有高原反应、长途疲惫。想休息的时候，打开小气模式，联动车窗，一键舒坦，变成一个只属于你的休息舱。有时候最奢侈的不是风景，是一个能让你好好睡一觉的角落。就像我们工作日的中午，车里面那个半小时的小憩，比任何咖啡都管用，能随时躺平，保持精力，才能好好的感受路。好在我们 QQ3 带了6.6千瓦大功率的外放电，大电池加持，露营、户外烹饪，多种电池的使用它都能满足。所以生活不止一日3餐，还有湖边的一壶春茶。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出发，更好的感受路。这一路上，很多朋友都围着我们的 QQ 看，抢着试，抢着开。他们体验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个车它有同级别少有的高级感。首先，我们的 QQ3 在你关门的那一刻，砰的一声，沉闷、结实，它几乎没有杂音。这个秘密就在于我们设置时采用的是一体式的热压门环，它不是把 A 柱、B 柱门槛梁焊在一起，而是将整个车尾的门槛设置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结构，一次性热压成型。车门的关闭是车门与车身的碰撞，车身框架的刚度影响关门力、撞击声和余音。一体式门环带来的高刚性车身，它让整个门框在关门时震动更小，塞紧更快，所以发出的声音更有质感。这不只是安全上的越级，更是品质上的越级。我们的这个车门还配上了高强度型钢铰链，它不仅坚固耐用，更能让每一次开关门都充满沉稳的质感。车门闭合的声音更沉厚，动作更顺滑，并且能常年如新地保持严丝合缝的静谧性，这就是高级感的体现，更是对安全与可靠的不懈坚持。这份质感，关上门你能感受，打开窗你也能感受到。为此，我们的 QQ3 我们标配了欧式的玻璃导槽，并且我们采用了
高端植绒覆盖工艺，植绒表面相当于给玻璃铺上了一层绒布轨道。玻璃滑动的时候，它的柔性接触摩擦噪音大幅降低，同时密封性更好，行车途中车窗贴合更紧密，风噪更低，车内更安静。这个欧式的玻璃遮绒导槽，它的成本比日系的普通导槽要高出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的 QQ3也把它标配了。虽然看不见，但你用的时候一定能感受到。当你坐进车里，看得到、摸得到的地方，也处处体现着 QQ3的精致高级。我们进入车内，首先看到的是仪表台有包覆皮质包覆，它的中间嵌着一条透着磨砂纹的装饰条，透着一种刻制的精致感。这种材质的组合在汽车行业里也是通常属于15万以上级别的中高端车型才专属配置，因为它的工艺太复杂了，它需要裁片、缝纫、喷胶、烘干、对线、贴肤、活化、包边等多道工序，所以它的工艺很复杂。也正是这样，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做到位，有高级感，这样它的高级感才能够真正的拉满。对细节的打磨还藏在每一次触碰里，比如我们这个门护板的扶手，扶手上下的骨架，我们通过单缝线拼接后一体包覆，4门扶手的包覆面积达到了0.09平方米，扶上去圆润饱满，能承托你的舒适，领先同级车型。我们还给车子预留了物理按键，玻璃的升降开关我们采用的是拨片设计，方向盘和控制台上我们采用的是滚轮的按键设计。这是物理按键的表面都经过了镀铬工艺处理，它的金属质感温润细腻，操作反馈的时候阻尼感恰到好处，干净利落，手感很舒适，有满满的高级感。这些设置，一个是让行车中让你的盲操更安全，比如调节温度、调节风量，你的视线不需要离开前方路面，手指轻轻的一拨就能够精准的控制。同时细节之处呢，也格外的照顾我们的女性用户，即使你做了美甲，也完全不用担心按键被卡住，所以轻轻的一拨，从容优雅。一台有品位的车才能陪你享受路，真正让旅途难忘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所以一个真正懂你的出行搭子才显得珍贵。 QQ 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生活搭子，它拥有的还有一套更超越级别的 EQ 和 RQ。EQ 是灵犀的智能座舱带来的默契， RQ 是猎鹰500辅助驾驶赋予你的从容。所以我们从硬件的醒型，还是到 UR 的设置，对吧？从交互的逻辑到我们 CarMax 的智能体，我们把每一个细节都当作与用户的对话。全新的 QQ3 有智慧，还有温度。我们调研了2310份真实的用户数据，发现智能座舱的快乐感是大家最期待的触点。全新 QQ 的灵犀智舱，从视觉到触觉，再到每一次的交互，都反复的打磨。首先是 UR 的设置，我们不只是在设置的界面，更是在设置你上车时的那份心情，活泼、明亮、充满能量，像清晨的阳光一照进来，那份温暖瞬间把你包裹，心情都跟着亮了。颜色上面我们也下足了功夫，因为颜色是影响情绪最快的方式。红黄它能带来活力，蓝绿治愈平静，粉紫温柔甜美。为此我们 QQ 准备了六种主题配色，我们想总有一款
能点亮你的心情。我们还设置了一组萌宠的治愈壁纸，对吧？有小狗的憨笑，小猫的慵懒，小企鹅的调皮，它们是你在每天上车时第一个跟你对话的好朋友。我们希望你每一次住进车里都是一次积极的心理暗示。当然，快乐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功夫必须真正好用。所以我们打磨了一系列既好看又实用的功能，有 3D 桌面、智能应用分屏、时光壁纸，还有中控联动岛，让语音来电、充放电的状态等关键信息以一种不打扰又让你刚好看见的方式出现。还有专门为小屏我们重新设置了极简的主题仪表，对吧？这个主题仪表只有车速、车辆等关键的驾驶信息。我们还支持手车互联，支持 CarPlay、HarCar、CarLink， 所以主流的这个机型全部都能够上车，以及我们系统的自定义，手机生态能够无缝的流转上车。从主题到功能布局，你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可以说，这个从可以说我们做到了叫抬手即来，挥手即去，非常的贴心。在全新的 QQ 上，我们引入了大家熟悉的快捷手势，让操作像玩手机一样的自然流畅。侧边滑动它能够返回，2指缩放地图，3指能够切换应用，拖载磁控键，然后滑动连续调节。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做手势？因为我们知道啊，你开车的时候视线不能够离开路面太久，用手势肯定比你盯着屏幕的按钮要更安全、更高效。每一次的滑动都有细腻的阻尼感，每一次成功的操作，我们都有联动的听觉反馈，每一次页面的转换有流畅的动画视觉反馈。这种操作的本身也能带来一种愉悦的体验。我们还带来了更贴心的小齐同学，你一个人开车无聊时，小齐同学能够随时陪你解闷，他能够天南地北的跟你聊，还能给你聊人生，也能接得住，说不定他还能给你一点新的启发。所以有这样一位出行的好搭子，才能真正快乐的陪伴你享受路。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视频，见证我们小齐同学的聪明。嗨，小齐，我在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然乌湖的倒影吗？天气预报显示傍晚风力减弱，有80%的概率看到完美倒影。不过，为了这80%，你沿着3181路开到这里，值得吗？当然啦，人生不就在于经历吗？再说了，不还有你这个小管家在一路跟着我吗？我就只要负责踩油门、看风景就好了。既然你这么信任我，那我们就一起欣赏这如画的美景吧。不只是玩伴啊，小齐他就是你的超级管家。这个就像这一次的西藏之行，只需要一个指令、一句话，小齐就能给你规划完整的3日行程，沿途哪里好玩，哪里好吃，他全都知道。就像当地的向导，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有了小齐同学，长途出行、沿途检点、充电规划、吃饭住宿，你想到的、没想到的，只要你开口交给小齐，从路线到生活，一路省心又安心，让旅途更自在。一个真正的智能旅行搭子，他不仅懂你的目的地，还懂你脚下的路。在西藏面对复杂的路况，有了小齐同学，一切就简单了。面对陡坡，你只需唤醒陡坡缓降功能，车辆便会自动介入，精准地控制刹车与能量回收。此时你不需要一直踩着刹车踏板，车辆会以设定的速度平稳严肃地自动下行。剩下的复杂路况，你放心地交给他就好了。它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更省心，每一次在路上都更安心。
群星的 QQ3就是你的智能旅行搭子。这一路跑下来，群星 QQ3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2个字：安心。停车有多大点事呢？我们的 QQ3支持了100多种的停车场景，它的侧方位、载位，还有各种刁钻的角度，基本都能自己停进去，你看着就行。它自己来跑长途也轻松得很。我们还配备了猎鹰500的辅助驾驶，能支持高速 ANOI 领航辅助，跟车、居中、上下匝道、超车并道，全程都能辅助你跑。你只管扶着方向盘，它帮着你盯着路。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这次的西藏之行也就告一段落了。也就在昨晚，我们的团队也顺利的到达了拉萨。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一次我们续航的挑战成果，我在发布会的开头也讲了，我们的小伙伴带了500块钱，我们的目标就用这500块钱，看能不能挑战跑到拉萨。最后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后全程我们总共充电了13次，实际我们只花费了445元。在这儿还有几个情况我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从雅安到拉萨这一路是没有高速收费的。我们全程人车子上带满了行李，对吧？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全程开着空调，对吧？这个车机导航，这些设备一直在使用。我们也经历了涉水，对吧？冰面，这是非铺装路面。刚才我们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全程的充电都用的是叫风价的这个高峰价格的快充。这一趟跑下来，这个成本其实还是很值得给大家借鉴的，对吧？供大家参考。所以用我们这台全新的 QQ3，你去跑拉萨，到底它花了就只有500块钱不到。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路跑西藏下来他们的心情。但大家都知道，西藏那个地方的信号不是很好，本来我们想现场连线的，所以后来我们小伙伴还是把他们心里想讲的话，他们剪成了一段视频。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想跟我们分享什么。我们看一段视频。各位好，我在西藏拉萨这一路跑下来，除了前2天有点高反，稍微缓了缓，后面是一直越开越开心。走在西藏路上，白天看雪山、高原、经幡，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晚上睡觉前喜欢刷刷手机，最近总能刷到远方的动荡。说实话，我心里特别的感慨。我们现在能开着车，在这片高原上自由自在的跑，白天看风景，晚上安心睡。这种感觉真不是理所应当的。这一趟跑下来，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咱们国家有多好。路修在了雪山之下，电桩铺到了高原之上，不管在多远的距离，心里始终很踏实，都非常的有安全感。这种踏实是路给的，是电给的，更是这个国家给的。开着纯电小车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出行，也是一种小小的支持。现在能源紧缺，油价波动，我们多开辆电车，国家就少一分对油的消耗。开着清洁的电跑到更远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普通人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说回我们的全 Q3，出发前我们看了参数，当时觉得参数很不错，但这回亲自跑下来，是真的觉得车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带的备胎是一条没用上的，全程自己开，开得快，跑得欢，细节做得特别到位。上市之后我一定要抢一台，全新 Q3 大卖。听完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分享呢，这个我也是还是特别感动的啊。说实话，他们原本只是想去验证一下我们 QQ3， 没想到这一路跑下来收获了这么多，看到了风景，见到了感动的事情，对吧？也对我们的全新 QQ3 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全新的 QQ3， 不管我们小伙伴想有，我也想入手一台。所以发布会到了现在，我感觉大家上半场好像这个我讲了很多我们的硬核产品，
估计在之前呢，这个我们 QQ 之夜也讲了比较多，大家对我们的产品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硬核的 QQ3肯定有更多的小伙伴到这个时候应该想入手了，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本场我们首映式最的重磅环节，就是要揭晓我们 QQ3的价格配置，大家期不期待？在这个具体介绍价格配置之前啊，我还是想打消大家一个顾虑，因为刚才我前面讲了这么长时间，讲我们的硬核产品力，对不对？这么多硬核产品力，在这个 QQ 上面，那最后把大家搞得怎么选呢？是不是啊？所以为了帮大家不犹豫、轻松入手，所以我帮大家捋一捋，对不对？在讲配置之前，我也请大家放心，我们每一个配置的用料都非常的扎实，对吧？每一个配置都是为你而来，对不对？我们的小伙伴团队都是主打对你们的贴切，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对吧？为了帮大家捋捋对这个配置清晰的认知，你们把配置选好，所以我给大家把它捋清楚。首先在用料上面，我们用的是越级的安全标准，我前面也提到了，我们有19%的热成型钢，我们采用了一体式的门环，我们的安全等级是6维电安全，同级唯一。我们有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对吧？这是看不见的地方，我们都给你配上了，一点没省。在越级的空间体验上面，我们有2.7米的足距，有超大的乘坐空间，我们的储物空间有38处，有70升的前备箱，对吧？我们第2排放倒空间来到了1450升，这些都是全系配置的，对吧？还有影响你驾驶质感的硬核配置，像后置后驱、4轮独立悬架，对吧？我们10合1的18500转的高转速定驱，我们OneBox的线控制动，我们还有小车独有的205的宽胎，还有 CEPS 无刷转向电机等等，这是每天开车都影响到你开车品质的，我们在 QQ 上都全是标配，所以我把以上给大家捋一捋，这些你们就放心，你全拥有。我们还有在健康和品质感的细节配置上面，像 CN95 的空调滤芯，我们10层发泡的皮质座椅，大家记住了啊，我们全系都是皮质座椅。我们还有我前面介绍的这种欧式的植绒的玻璃导槽，你去看看，行业内像这个级别的车都是橡胶门洞密封条，我们用的是植绒的，都是在20-30万级别的车上才有的这种植绒玻璃导槽。前面我也介绍了，这种导槽的好处在于你玻璃升降的时候，它那个噪音非常的小，散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沙沙的声音，很有高级感，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仪表台它是皮质包覆，然后我们的门护板很大地方人体接触的部分都是皮质包覆，舒适感满满。我们的方向盘是 QQ 平台专属打造的皮质方向盘，对吧？我们的车内还有很多处有这种镀铬的金属滚轮和金属质感的那种拨片按钮，对吧？这是高级感都满满，这些都给你们全是标配。我们这个车身的油漆，我们在 QQ 之夜上也给大家讲过，对吧？都是在非常高级智能的这个全新工厂去下线的，所以我们这个油漆都是6道涂层的油漆，采用的是2K 的清漆，
对吧？所以这些关乎到你对车使用的体验和品质的配置。QQ3 所有的配置上通通都有，对不对？讲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群星 QQ3 每一个版本是不是很有诚意？对吧？这个我的小伙伴也在问我们讨论配置的时候，说还有啥，对不对？能不能还有？所以我们也在考虑，你在解决出行焦虑的时候，就刚才讲的你的补能的效率，所以我们群系标配了 2.11C 的快充倍率，对吧？还有我们这个车机互联，我们群系上车，对不对？无论是苹果手机、安卓手机等等，这个群系都标配，都能上车。还有精准的语音交互，对吧？都群系上车，这些都极大的提升你用车的体验，对吧？同时，我们刚刚介绍的，我们那个大屏上面那个 AR 模型，对吧？那么好的 UR 设置，对吧？那么可爱的萌宠壁纸，对吧？这些通通都有。还有，我们车机还标配了100家以上的 APP， 玩游戏、听歌，对吧？这个博客，对吧？等等 APP 想用什么你就下载什么，所以前瞻场景的这种体验细节上面的考量，我们也给你配备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中午的小憩，这个小憩模式，带宠物上车宠物模式，这些模式我们也通通标配在每一个你的配置上面。我们还拓展了4个可拓展的1/4螺纹接口，在每个配置上也有。所有这些我以上介绍的都通通标配，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我刚才介绍的很多配置，其实它是在15到20万的车上才有，有的甚至在30万级别的中高档车上它才有。所以介绍到这儿，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 QQ 这个团队做 QQ3 这款产品，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满满的诚意。群星 QQ3 就是要群系高配。那接下来我讲了这么多标配，这么多通通配，这么多高配，但是每个人可能还是要找到自己的最优配，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来帮你们捋一捋，我要帮你们找到你需要的就是你的点配。所以接下来我就具体来介绍每一个版型。首先介绍的是420 420公里续航的热爱版。那我看现场的朋友都举起了你们的手机啊，你在拍的同时啊，你更主要的要听一听，对吧？听一听这个配置如何打动你。这个420公里的这个长续航版本，你上下班通勤，它1周只需要充1次电。跨城区的通勤，包括周末你想回老家或者短途的出游，这个版本的续航都够用。我前面都讲到了，对吧？如果你在城区开，它这个续航力妥妥的能达到100%，对不对？所以它的续航肯定是管用的。我们在这个版型上还支持了6.6千瓦的大功率外放电，就是让你周末去郊游的时候，对不对？生活，这就是你生活搭子，对不对？让你玩累了的时候，对吧？能够补充能量，非常的方便。在这个版型上，我们还给你配备了12.8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也配备了8英寸的彩色仪表。这个仪表有多个主题，你可以选适合你，对吧？有运动的，对吧？有年轻活力的。我们还为这个版型开发了在这个级别绝对是唯一才有的车外喊话。这个车外喊话，我再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场景啊。比如说你开上这个车，在学校门口，对不对？喊你的小宝宝，
那你想想，其他的小朋友是不是投来羡慕的眼光？这就是我们多数的车外喊话。所以这一款配置，它能够充分的满足大家，拓宽你的生活半径，提升生活品质，对吧？这个讲到这儿，大家猜一猜，这一款车，你想用多少钱把它带回家？所以接下来我来宣布，它的价格只需要78985元，激不激动？这个价格的诚意还不够啊！即刻下定，我们限时赠送，还要赠送2项非常实用的配置：540情景影像，外加外后视镜定加热，这个价值有3000元，对吧？限时送给你们。这个配置我们就是要送给热爱生活的你。这是一台真正属于你们的车。所以以上是我介绍的第一个版本。接下来我再介绍第二个版型。第二个版型是420公里续航的分享版。在这个版本上面，我们的智能配置、舒适配置、安全配置全部拉满。它就是为了让你全家的出行成为值得分享的时光。所以在智能座舱方面，我们配上了15.6英寸的 2.5K 的超清大屏，对吧？这个大屏里面有我们的康麦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就是能陪你聊，能成为你的生活助手，他懂你，对不对？他还支持给儿童画画，对吧？讲故事，还能做声纹复刻，对吧？有你可以成为你的助手。这个声纹复刻，我在 QQ 之夜上曾经调侃过，对不对？你可以让平时老是让你加班、老是让你写 PPT 汇报的这些领导，对吧？你把他的名字复刻进去，让他成为你的助手，帮你打开前备箱。我们再看看这个配置上的舒适体验。我们的主驾座椅有电动调节，有通风；前排座椅有加热。2排我们还安排了空调出风口，对不对？刚才我介绍的那个智能化妆键带磁吸的，对不对？能调温，对不对？能够有多种温控，还能够调亮度。这种智能化妆键就能妥妥的让你出人生大片。我们在这个配置上给你标配，左右主副驾驶都有。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版型的安全守护。我们配置了540的情景影像，我们标配了6个安全气囊，对吧？我们还标配了 LED 的自动大灯，对吧？这就是我们 QQ3的420分享版，它是为家庭出行而来，为温馨陪伴而来。这个价格大家猜猜多少能打动你？我们的价格只要89985元，对吧？既然是一家人，我们的诚意还要加一步，所以在这个分享版型上，我们也要限时赠送70升的智能电动前备箱，对吧？这个智能电动前备箱，我们支持8种开启方式，对吧？尤其是语音交互，对吧？我们还赠送自动泊车，能支持100多种场景，价值有5000元，现在下单免费送。在这个版型上面，我们还有2个升级包可以选择，一个是科技升级包，包含了17寸的双色氙灯的轮毂和 L2 级的辅助驾驶，对吧？价值也有4000元，对吧？这是一个选装包。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智享升级包，在这个升级包里面，我们配上了猎鹰500的驾驶辅助，对吧？还有多种舒适体验的配置，对吧？副驾有电调，有通风，有记忆，再加上我们方向盘也配上了加热，价值有9000元。
所以价值感拉满，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配置。同时，我们这次还带来了我们310公里续航的2个版本，因为啊，很多朋友我们这个 QQ 之夜之后给我们留言，他们在说啊，他们家里面呢已经有1台车，甚至有2台车了，但是他们就是想要一辆 QQ， 一直在等。还有的朋友也很喜欢 QQ， 想拥有1台，但是呢，自己平时他们就是在城里开，充电也方便，续航没有那么焦虑。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留言以后，我们把你们的每一份喜欢都记在了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了310续航的2个版本，热爱版和分享版。我们就是要让喜欢 QQ 的人能够轻松的把 QQ3带回家。我们首先介绍这个310续航的热爱版，我们标配了12.8寸的大屏，对吧？也支持无钥匙进入、无感启动，还有手机 APP 引控，支持多种的手机互联。这个价格大家猜猜多少？它的价格只要68920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香呢？这个310公里续航的这个分享版啊，540度的情景影像，这个版本标配了，也支持主驾座椅的电动调节，加通风，加主副驾加热，对不对？我们标配了15.6英寸的 2.5K 的超清大屏，还有256摄的氛围灯，也通通在这个配置上拉满。这个配置大家想多少钱？猜猜多少？大胆一点。这个价格我们也只要78920元。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一次啊，我们还要多一点回馈。热爱版我们限时赠送540情景影像，外后视镜电加热，价值3000元。我们分享版也要继续限时赠送70升的智能电动前备箱。这个智能电动前备箱我前面介绍了，支持8种开启方式。我们还有赠送100多种产检的自动泊车，价值5000元，现在下单免费送。所以希望这一次能让更多喜欢 QQ 的朋友圆了你的 QQ 梦。全新 QQ3我们一共有4个版本，大家刚才都看到了啊，对吧？每一个版本我们用料拉满，诚意十足。我们几十上越级的配置全是标配了，每一个版本大家只需要看你自己核心的需求，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版本，对吧？在这里其实我也想借鉴一下我们新势力的表达，用一组顶格对标来展现一下我们4个配置的诚意，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配置啊，连我们致敬的全球小车的标杆他们的配置上都没有，这些配置甚至都是在25万或者更高级别的车型上才有。所以全新 QQ3 全系高配，你不用取舍，不必权衡，无需顾虑，只管享受。这样科技、高级、快乐的 QQ3，我就想问，还有谁？这个还有我们和王者荣耀、荣耀之章联动的人气点流凯和露娜，我们来看看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周夜爆发了吗？
你们11家族的命运永远不可改变。你逃不掉的，海燕。那哥哥害怕的时候，听到你来保护哥哥。她是我的妹妹。以后我来保护你。这2大顶流的角色来帮我们 QQ3助阵，对吧？这个他就是给 QQ3注入了一份特别的色彩灵感。群星 QQ3，我们一共提供了6种车身颜色，其中的盐米粉、莲雨白、夜静银和飘逸紫这4款我们免费送。夜静银灵感来自于凯的出刀，它低调潇洒又带有丰满，是我们男生特别喜欢的颜色。飘逸紫是露娜的乐步，联动优雅。我们还特别在漆里面增加了珠光粉，在阳光下你细细的看，它有一种低调的奢华，很有品味。这2款联名车色也免费。我们还有2款专属色，分别是车影红和桃夭粉，这个就需要加钱了，加价2500元。我们还带来了浙港黑、丛林绿 QQ3的2款类似颜色，所以前车我们有6种车色，2款类似。我想群星的 QQ3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这次还带来了特别丰富的生态，这次我新介绍2款，一个是35升的后排抽屉主卧盒，这个十分的方便，后排的乘客你里面可以放你孩子的玩具、零食，像大人的充电线都不用堆在你的座位上面了，抽屉一拉，随手放进去，车子里面瞬间整洁了不少。我们还带来了一个36种的车顶色，所以这次车顶的设置简直太丰富了。那我挑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个经典的纯色车顶搭配的方案，黑色车顶，对吧？我们依旧百搭。红色车顶我们搭配了米色车身，是那种越看越有品味的经典。我们还有源自经典纹路的灵感配色，低调里面藏着故事，活力满满的萌趣线彩，童真有趣，开在路上会让人忍不住的多看2眼，以及个性的赛套风格，一眼看上去就燃起对生活的热情。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到那款真正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QQ。你此刻下店1000元，我们快乐再加倍，我们再送1000元的礼金包。用这个礼金包，你可以随意的选择6个礼包，你可以抵扣专属色、配置升级包，还有生态快乐包。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新的 QQ3，全系价格、配置权益。我们310公里续航的热爱版68920元，续航的分享版78920元，我们420公里续航的热爱版78985元，分享版89985元，对吧？大家看这些数字里面其实都藏着我们对你们的小祝福。然后我们定价里面不是999，而是920，对吧？有人发现了，我们这个920就是给每一个热爱生活、
热爱自己的人。我们也不是999，我们还是985，对不对？这个985就是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正在成长的孩子，也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父母，对吧？因热爱生活的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因所有的孩子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对吧？接下来我要揭晓今晚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对吧？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在 QQ 之夜上发起了你出故事，我出 QQ 的征集活动，我们也许下了诺言，在预售阶段，也就是在今天，我将送出33台 QQ。这个送我们还是有程序的，所以我们经过了层层的评选，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徽省芜湖市，在法信公证处虔诚监督公证下，我们的33位的幸运车主已经诞生了。我们会陆续的将 QQ3交付到他们的手上，对吧？今天我们的现场有其中4位幸运的车主来见证了今天我们的活动。接下来必须好好的，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这4位幸运的 QQ3车主。第一位是来自鞍山的赵永鹤赵先生，对吧？这是一位他要许愿将 QQ 带给千家万户装宽带的，他就是那个装宽带的宽带哥，对吧？我们今天搞发布会，好像这个现场的这个网速应该没问题，直播应该不会卡，对不对？第二位是我们沈阳的刘坚刘先生，他说想给家人找个人遮风挡雨的出行搭子，对吧？特别的暖心。第三位是苏州的张子超张先生，也是我们奇瑞的老车主了，他有瑞虎8 Plus， 但是呢，他们家的第一台车是2012年买的 QQ3， 就是那台车陪着他从小长大，整整跑了14万公里。这次希望还能有一台 QQ3 能够继续他的青春故事。第4位是来自上海的李女士，对吧？这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比较富裕这个家庭，她的家里已经有特斯拉，有宝马 mini， 但是她说她特别想要一台属于咱们中国的叫世界3小只的 QQ， 对吧？你看这一波的格局是不是打开了，对吧？全新的 QQ3 越级大空间，它格局大，装得下。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4位，听听他们与 QQ 的故事。我们掌声欢迎4位幸运车主。跟大家打招呼吧，来分享你们与 QQ 的故事。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拉着横幅到处求赞的宽带小哥赵永鹤。我觉得生活就2个字，开心，让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QQ 的造型第一眼就给我感觉很开心，所以我一直很关注它。在 QQ 盲定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就是随手发了一条，图个乐呵，重在参与嘛。没想到居然火了，那我就来劲儿了，搏一搏，万一梦想成真呢？那段时间下雪，我都拉着横幅走街串巷的求点赞，到用户家给用户装宽带的时候，或者维修的时候，都让用户点赞和转发。每天就盯着后台的互动量，感觉比当年高考的时候都紧张。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粉丝涨了不少。这波算是我蹭了一波 QQ 的流量，让我好起来了。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得说话算话。等车到手，我立刻开着全新的 QQ3去装宽带，把更快的网速送到大家门口。好。当然后面还有66台，我得一鼓作气，
再接再厉，再博一个，万一那个 double Q 呢？请各位老铁继续帮我点赞、评论、转发，谢谢。这个我在想哦，这个宽带哥啊，你有一台 QQ3已经足了，现场这么多观众，线上还有在观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也想要我们的 QQ3呢，对不对？同志们同不同意？他还想拥有。对，接下来继续。大家好，我是刘金，来自沈阳。QQ 回归，我一直都在默默关注，打心底里认可奇瑞这个牌子。我媳妇儿从看到全新 QQ3，一眼就相中了，比我还喜欢。然后天天给我吹耳边风，说这车造型特别好看，空间很大，还有智驾智舱。同级的车也看了不少，最后还是觉得 QQ 好。他这都疯狂暗示这么久了，我也不敢假装听不懂，所以QQ3盲定一开，我立马就下单了。但看到奇瑞你出故事，我出 QQ 的活动，想着搏一搏嘛，单车变摩托。下班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偷偷录了个视频，就想许愿给媳妇儿赢台 QQ3。没想到这么多老铁这个为我点赞助力，非常开心。特别感谢 QQ， 感谢奇瑞，也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全新 QQ3 大卖，谢谢大家。这个我相信啊，这次回家，这个你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对吧？谢谢。大家好，我是张子超，来自苏州，是一位奇瑞瑞58 Plus 的车主。说起来啊，我能成为瑞58的车主，其实是跟 QQ 有着特别深的渊源。我有很多关于它的故事。小时候呢，爸爸买了咱家第一辆 QQ， 那时候安安静静的坐在后排，手指着抠着车门上的小扶手，喜欢听着车门升降咔哧的一声慢慢往下滑的声音，风一吹进来就感觉特别过瘾。没事就去按中控那节小按钮，什么都想尝试一下，然后问爸爸这是干什么的呀？这是干什么的？听着爸爸的耐心解答，甚是有趣。关门的时候还学着大人的样子，轻轻一拉，再用力一推，听见砰的一声闷响，都特别有成就感。有时候的快乐真简单，一台小小的奇瑞 QQ， 一堆傻乎乎的操作，就装满了我整个童年。现在全新 QQ3 回来，我心里真的特别开心，也希望大家开着全新 QQ3， 带着家人一起向更美好的生活出发。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话很适合我的 QQ 故事，也非常感谢奇瑞，谢谢大家。这个张老师，我相信啊，拥有的这台 QQ3，又能陪着家人去继续 QQ 的故事，谢谢。大家好，我是李李，来自上海，我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我的 ID 叫王鲤鱼。QQ 呢，绝对是今年最火的小车了，我几乎每天都能刷到它的故事。一开始呢，本来就随便看看，结果看着看着，我也成了 QQ 的路转粉了。我家里有一辆特斯拉，还有一台宝马 mini， 平时呢开着都还挺不错的，但是看到全新 QQ3 后，发现它真的有点不一样。小车呢，在国外它是年轻文化的代表，英国有 mini， 德国有 smart。咱们中国也得有自己的小车符号 ，QQ 就是最好的代表。它从来不是便宜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先锋表达。我看到了 QQ 去拉萨，真的很酷。青春没有售价 ，QQ 直奔拉萨，这就应该是咱们中国汽车的年轻态度。这股精神真的特别打动我，所以我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开着咱们全新的 QQ3 打入 mini 的圈层。我去跟身边开 mini 的朋友们疯狂安利，咱们中国的小车必须在世界上打响名气。谢谢大家。好，祝贺全新 QQ3 的这4位快乐车主。下面有请红玉老师为4位赠车。OK， 谢谢，恭喜！这个中国的 QQ3。这个你要成就它走向世界，谢谢。感谢红玉老师和用户朋友，请留步，请各位看向摄影老师镜头，让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定格此刻快乐。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快乐，带着对未来的期许，一起快乐出发。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前排嘉宾走上舞台，共启出发时刻。有请各位。请各位拿起手中的快乐首映礼票根，根据上面的折线，将它折成一架满载快乐的纸飞机。它不仅是我们出发即快乐的初心，也承载着全新 QQ3对每一位用户的祝福。现在，请各位手持纸飞机，我们3秒后一起将手中的飞机投向上空。3、2、1，飞吧！让快乐起飞，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快乐相伴。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2026全新 QQ3快乐首映礼预售发布会圆满结束，我们下次再会。